有人说人前牵手，背后插刀哦，这是拜登最近做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习拜会在旧金山登场，两个人互动非常热络，在媒体面前，两个人笑着握手，并且我们看到拜登提醒这个习近平说：“哎，您的夫人彭丽媛生日快到了，赶快去买花呀！”哦，提醒得很好哦。哦，看起来。两个人非常的这个悠游自得，非常的情感来往热络。可是，在背后呢，我们看到拜登哦，在接受媒体的记者会的访问的时候，有媒体提问哦，问他这件事情，结果拜登脱口而出说没有错，习近平是独裁者。而坐在台下的布林肯，整张脸一秒变成了苦瓜脸。我们来看看。Mr. President, after today, would you still refer to President Xi as a dictator? This is a term that you used earlier this year. Well, look, he is. I mean, he's a dictator in the sense that he is a guy who runs a country that is a communist country that is based on a form of government totally different than ours. 很有趣哦，布林肯坐在台下，媒体全程掌握他的脸，他的脸看起来这个很苦，而且坐立难安。他当然不希望在习近平还在美国的这个时候就被称作是这个独裁者，这对于中美之间的和谈可能有不利哦。所以布林肯闻言，整张脸都皱了起来，而且显得坐立难安哦。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习近平在 APEC 的晚宴上面也喊话了，他说美中必须要在成为对手或者是伙伴之间做选择，中国是希望跟美国成为朋友，而不是对手。中美真的回暖了吗？还是说只是表面上而已呢？我们看到呢，至少这两个国家的元首已经设下了热线。拜登说，我们可以拿起电话就立刻打、立刻聊，可以找得到对方，也要恢复军事沟通的管道。中国的学者怎么看拜习会呢？他们说，唯一的重大成果叫做恢复军事沟通已经断了线的军事沟通，至少已经建立了非意图性冲突的护栏这件事很重要啊，不要擦枪走火变成这个世界的大灾难。而主流的美国媒体认为啊，美中竞争的格局这件事情不可能回头了，会继续竞争下去，成果有限。包括 CNN 说，拜习会虽然号称取得重要的进展，可是无助于缓解驱使美中走向更危险竞争的潜在因素，所以未来可能还要等着看。纽约时报说，大部分的议题都点到为止而已，最大的承诺就是承诺继续对话，意思是过去不讲话不沟通，可是未来我们承诺会继续对话。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习中美的习近平的中美基础在民间。习近平你越来越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策略是什么？他不寄望于政府，不寄望美国政府，而寄望于美国民间的力量。包括他抛出了这个议题，他说未来5年会邀5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到中国大陆来交流学习，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基础在民间希望打破像这样子的一个敌对的状态，或至少是有敌意的状态在美中之间。他还特别提到了他第一次访美的时候，住在爱荷华州的德沃夏克夫妇家中这是一段民间的友情所以呢，他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民间友人很多。而另外，加州的州长纽森被外界视为是民主党未来的明日之星我们看到习近平跟他见面了，看到了纽森还送他 NBA 的球衣，我们来看看。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也会变得这么神勇吧？Would I be as great if I wear that? That's it. Oh, that's it. MVP. 两人互动很热络，因为纽森才刚刚去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也见了面这是他们第二次近期内第二次见面。而另外呢，马斯克他也跟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所谓的商会上面见了面那除了马斯克之外，还有库克辉瑞的董事长美国企业大佬几乎通通都到齐了。我们来看看马斯克，他最近接受媒体的访问，他讲的这些话跟我们台湾有关的。他说，无论和平或武力两岸100%会统一，还没有实现，是因为有人阻挠，谁阻挠？那就是美国了这是马斯克他的个人意见，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来，我们问问看赖老师怎么看？我就从马斯克这边先谈起好了因为大陆
要统一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定，决心也很强。面对拜登的询问的时候，习近平讲得很明白，一定会统一。那方向主要的就是以和平的方法来统一，但是这个一定要统一，而且也一定会达成。对于美国的来讲，中国大陆要求就是说，帮助就是你要支持我们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但是只有这条路走，你不可以支持台独啊，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过对台湾的民众来讲，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被统一还是谈判统一？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思考。那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不被统一，但问题就在于筹码跟时间越来越不在台湾这边，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客观的现实。尤其当国际之间整个国家的力量对比越差越大，例如说中国大陆赶上美国，再超越美国，而未来的美国指向中国的1/2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坦白说没有多少的发言权，也没有多少空间了。这个现实就是如此。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们就会问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讲，对大陆来说，他已经很确定一件事：华府的这些政客、联邦政府跟参众议院的这些华府的这些联邦级的议员，中国大陆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很累了，而且呢，基本上的信任的机制也没有了。拜登的这一次的失言其实是蛮严重的您看到布林肯坐立难安，等于是他努力的所有的外交要想办法拉近两国元首之间的距离，而且要表达亲善，然后要在门前迎接门，然后结束以后送车走，然后一直到看着车子离开，然后那个不见踪影了以后再回头，这些都是表达诚意。那么在互动中还要问夫人好，然后再去看看这个对习近平的坐车表达很深的好奇心，这些都是在示好的这些动作。然后甚至选择这个庄园也都是全部都在示好的这些动作中，就为了你拜登的那句话。那句话就是所谓的独裁者的那句话。坦白说，连美国跟欧洲的学者都认为拜登失言了，拜登这个做法真的不是他自己所谓的外交的老手。其实大家看到了，除了布林肯很焦虑以外，还有一个人，同时那就是坎贝尔，他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就是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个专家，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对他很熟。他跟布林肯的表情其实都在同时，布林肯的表情是皱起来了，怎么办？然后坎贝尔的动作是弄耳朵了，这个其实也是男生有时候的一些焦虑的动作。男生在焦虑的时候，有时候会弄领带，有些人会抓手指头，那有些人会弄，那女生会比较多的是摸他的项链，男生有时候会摸后脑袋。像你看，有些人在焦虑的时候就会烧头，那个人也想选总统的那个，他会烧头，在焦虑的时候也会这样做。男生的掩盖他焦虑的动作跟女生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是跟我们的敏感地位，就是说疏解压力的地位不同。好，这题外话。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拜登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他让他的外交团队的努力，就他的那一句话搞坏了。可是那是记者问的，不是他主动讲。他可以不回答，他可以不回答，他也可以说我现在跟习近平的通话很顺畅，而且我们已经完成了前面我们所谓的这个军事沟通管道，而且双方都已经同意了，是在平等相互尊重。所以一旦是相互尊重，我到你家来，我应该要通知你一下，这才叫尊重嘛。那就问题是谁比他常到谁的家，那就谁要比较常去通知对方，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至少这个客人才刚刚你跟他邀请他来做客，就突然讲这句话，的确感觉是蛮唐突的来请教舰长。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习近平主席他这一次到美国参加 APEC， 他其实是充满信心的，大家有发现吗？那如果说你来追究他讲的内容的话，更有趣他跟那个拜登讲什么？他讲说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可是类似的这种话他不是第一次讲。他在2013年6月7日的时候，他面对奥巴马总统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是在加州，在棕榈泉，他讲什么？他说太平洋之大，
足够容纳得下中美两国。有发现吗？2013年他讲的是太平洋，他现在已经讲到全球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其实也就是中国跟美国决定了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是合作还是冲突。那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啊，都会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途啊。那当然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常常有人讲啊，拿二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的一句话叫做选择屈辱，最后还是得面对战争。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看看现在的俄乌战争，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了战争，最后是家人面对屈辱，不是这样吗？因为自己已经战死沙场。我们现在有多久没有人在谈到泽伦斯基了？我们有看到泽伦斯基现在的处境吗？那因为现在他已经早就被大家遗忘了，现在给他的武器也有限，而且美国CIA 已经把他相关的，当然不一定是他本人，可是他团队的所有的贪渎的资料全部抓在手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今年年底，甚或是明年年初，其实这俄乌就要做一个结束。怎么做结束呢？他们签订一个停战协议，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还是得面对屈辱。那但是死亡这个30万以上的这些战士们，谁能够来给他们一个正义呢？他们的精神还能够继续维持吗？当初所谓的要加入北约，最后乌克兰有达到目的吗？没有。好，来请教董哥。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有个议题都在问赖清德？他们问他说，蔡英文有2年不给记者问是怎么回事，他答不出来。拜登的情况就一样，因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这样问。那这问了他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他当然是独裁者。大家想起柯文哲周天有人问说，你不是最讨厌国民党吗？你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哇，他想我还是很讨厌国民党，一定要这样讲。可是我更讨厌民进党。就拜登的情况其实是这样。那这次习拜会它的过程其实是美国规划设计非常久，因为美国要选举，习近平不用选举所以他们派很多部长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大陆访问，释出一些表面上的善意所以布林肯还有坎贝尔为什么他们脸色大变？因为他们想的就是说，老大，我们已经顺你的意思帮你规划这么久了，前程都很好，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你要去讲习近平还是个独裁者呢？那拜登年纪大了，我觉得他就是下面的人问他，他就说没错，他就是独裁者。他带领了共产党。拜登有美国独裁吗？美国叫加拿大把华为的小公主抓起来就抓起来，没有任何法律，没有，他也没有被人家通缉，通通没有。这是全世界共知的这个才叫独裁者老大叫小弟去干绑票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习拜会其实他的困难就是因为美国朝野的那个氛围，所以拜登一直营造一个形象他去讨论习近平来讨论他的坐车然后去巴结他，说你太太要生日了这个就可以看到他的他的一个细节嘛。然后再讲说，我有一张你照片你那时候第一次来美国，有一张在旧金山拍的照片在这里对不对？这些老实讲都是很示好，甚至就是很刻意的，我去弄出一些你的就是你过去在美国表示说你跟我们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长久的。那我们美国从过去就很重视你过去来的资料蛛丝马迹，我们都有保存。他其实是在做一个这样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拜登是为了选举。那这次有没有达到目的？当然有中美两边的军事可以交流，然后对于那个那个安慰他命的那个都有一些成绩。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是没有算没有太大的成就。大家讲说习近平要维护他自己内部的那个，表示他可以跟美国打交道或者那是假的。因为中国大陆一个领导人干了10年11年不可能权力掌不住，不可能说军方我管不到，不可能嘛，这是匪夷所思，跟大家骂的完全不一样。但是
他会有这样的局面哦。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给美国一个面子，你要选举好，你要我来我就来，但是他唯一的收入是怎么样？各国所有的领袖都络绎不绝来跟他会面，包括美国的那些商业领袖，这个就展现了实力，跟美国朝野政治上的氛围就完全的不一样。不过这次 APEC 在旧金山举行，各国元首集中在这里，维安是一个大工程。可是街头怎么出现这一幕啊？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自己走在街道上，还走了20分钟哦。这个被记者捕捉到这一幕，你看到岸田文雄在路上走，旁边都是他的一些随从人员，他是被迫的，因为塞车。他要迟到了，所以他只好用徒步的方式走到会议的会场。那后来细究原因，原来是因为拜登的车队要经过，现场有交通管制，所以使得岸田文雄被迫下车徒步。过去呢，大家看到这个超级强国，是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要让3分呢？看起来好像是您看到过去像这样的外交场合，南韩的尹锡悦记得吗？要跟拜登握手，结果拜登根本连看都不看他，跑去跟另外一位这个中南美洲的领袖握手，好尴尬呀，尹锡悦。而另外呢，过去也有像这样子，川普时代给身高1.9米的武契奇坐这样子的矮板凳，好像听训一样也被大家这个拿出来说，你看美国就是这么的高傲。而拜登呢，记得吗？到英国跟英国女王致哀那一次。他的野兽坐车可以直接到会场，其他的元首只能挤大巴士所以超级强国出场就是不一样。其实某种程度也凸显了他的霸权。而另外呢，中日韩在 APEC 的这个互相的互动，也成为大会最瞩目的现象。包括您看到岸田文雄在跟习近平在 APEC 场边会谈，并且握手约10秒，两国有在讲说未来全面会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以及这是日本最在意的希望中国可以撤销日本的水产品的禁令已经要求了毕竟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他这个也说 OK 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出来了。而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现在他的民意支持度已经低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21.3%，再创新低岸田现在好像国内的民意支持度非常的低，不支持率高达53.3%，创新高。这是岸田内阁连续第4个月的支持度不到30%的危险水域他的民意支持率实在太低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尹锡悦我们看到他在 APEC 也主动向习近平打招呼，两个人也在场边交谈很久到底说了什么呢？那各国我们刚刚讲了，董哥也说了，包括墨西哥、秘鲁、这个斐济、汶莱也都来这个跟习近平有一种这个某种程度的交流。另外呢，美国到底怎么想的？他是不是想要拉拢中国来化解以巴危机呢？因为毕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像这样子的一个战争不知道要打到什么地步，又有伊朗的因素在内。所以美国鼓励中国利用影响力对伊朗可能做一个牵制的动作，不想让中东的冲突扩大。而另外呢，拜登因为年纪大了，在记者会上在发言上面常常会突裁。我们看到另外记者有捕捉到这一幕，拜登被问到说以色列的问题，他说以色列同意暂停攻势，结果布林肯在台下一直不断的摇头，拜登看到了，他立刻就说我是稍微这么希望，我希望以色列可以同意暂停攻势。我们看到安理会在这个马耳他的提议下，有一个提案，马耳他提出来的，希望加萨有人道暂停协议，已经通过咯。可是以色列拒绝，还批评说恐怖分子连读都懒得读。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美国投弃权票。认为决议未能明确的谴责哈马斯，至少他没有投反对票，他投弃权票了。我们看到呢，美国也忌惮中国的黑科技吗？包括了您看到了国际民航组织有验证了中国大陆的北斗导航系统在全球的民航的领域上面可以通用了。而在拜习会之前，中国说推出世界上最快的网路1秒
可以传输150部电影，哇，这听起来很可怕。这是 CNN 的报道，来请教赖老师。岸田文雄确实碰到大麻烦，因为岸田文雄他目前的民调支持度已经破历届的首相的新低，比菅义伟还低啊，所以他的位置岌岌不保，自民党也可能随时要推翻他，换掉他，因为过去日本的首相如果民调支持度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通常要不就是进行大改组，可他已经改组过了，那如果再改组的话，就是他下台一鞠躬了。所以对岸田文雄来讲，他一定要赶快解决他的目前的经济的问题。可是他由于过去整个外交政策完全亲美，那亲美的情况下，他又认为有美国人可靠，然后他又拉了韩国，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就势不可挡了，所以他就公然的就敢排这个核污染水了。没想到排这个核污染水以后，中国大陆马上就全面禁止溶于水产品进来，现在连化妆品都很难进去了，所以日本的很多的产品在大陆就卖不动，而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却是中国大陆。那这样的话，就对于日本的整个经济是雪上加霜，一直往下走。那除了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全面封锁以外，俄罗斯也加进来了。其实东盟有很多国家，像这次的南太平洋的岛国，对于日本的排核污染水，他们也开始表达他们的强烈的意见了。这个都给这个日本施加很大压力。所以昨天他的商务部部长就是产经大臣跟这个大陆的这商务部长王文涛那么在会谈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部分。那中国大陆就说污染水没解决之前，那这个两边要开放水资产不可能，所以岸田文雄跟习近平要谈这个部分里面，我看了日本的共同社，那几乎就讲不出什么话来，因为商务部长都没有谈好，你国家的政府首脑来谈，基本上谈不出所以然。另外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日本由于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原料，因为日本掌控很大的一部分的原料，那日本对于这个原料里面就限制进口到出口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寄出这个稀土。其实已经牵制住日本，而且会使日本的所有的半导体的生产一定会面临重大的问题，连美国可能都卖不动，搞不好连台积电卖都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国大陆的稀土，它的半导体有很多地方就会走得很不顺。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看他这次也要谈，那也没有谈出，所以同意成立一个小组继续来会商。这代表什么？你不开放你的原料进我中国，我中国就不会让稀土进你日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互交易。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菲律宾的小马可仕了。菲律宾的小马可仕现在他急得不得了，他希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排不进去能够见到习近平，所以他对外已经说了。说他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天17号那一天能够见到习近平，因为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你看这次韩国尹锡悦也见不到习近平，所以我觉得以菲律宾来讲，他目前来讲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很多人想排得见习近平，可是时间越来越紧了，因为明天他们就离开了，那如果就再排不进去，他们就都见不到，就错失了这么一个机会了。是，好，我们先听一下广告。联合国安理会做成了一项决议，要有人道暂停。可是看起来以色列完全不甩，舰长。这个是这张传单是11月9号以色列散发的，告诉加萨走廊的那个民众要从北边往南走，要通过这条红色的这个那个加萨的威底的这个地方，但是最近。也就是在昨天，他又开始那个丢传单了。这一次的传单，小舰长帮大家翻译了他翻译了，他有这1、2、3、4、5个地方，5个地方的居民，以色列国防军要求，为了您的安全，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已经是南部加萨走廊南部的地方。当然，以前就有观众特别的留言告诉小舰长，你要有图当然带图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虚线的地方，也就是加萨走廊以南的地方。我们刚刚一共讲了5个地点，那
就是这个1、2、3、4、5个地点，意思就是以色列即将从北边、从东边，甚至从西边的海上，一直把那个加沙的人民往南赶。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那个事实上，埃及有条件的让这一些巴勒斯坦的民众进去，那进不去的怎么办？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投弃权票的原因，因为希望不要再杀戮了。至于日本的问题啊，我们来看，最近日本的确发明了研发了一些装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在那个前置所讲到的，12式改进型啊，12式改进型，它如果没有改进，它只能飞200公里啊，改进型要飞到1000公里左右。那它这个呢，其实已经圆胖胖的，跟小舰长差不多啊，喝完鸡汤之后更胖。那然后那个它的飞行路径啊，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看啊，它为什么这样飞行？其实也就是它要闪避这个进迫系统的攻击啊。那其实不止如此啊，那最近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是最新的，在那个日本，它的类似我们的中科院，它所提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反制高超音速飞弹的这个拦截体啊，它也已经通过风洞，而且它可以有横向推进系统。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要花大钱啊！你看看它的国防预算变成这个样子，你天天呛对岸的，你有准备好钱吗？你有准备好钱吗？你没有，那就不要再讲。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大家看习近平在这场 APEC 会议，他是几乎是唯一的男主角因为各国都跟他来希望能够有一些对谈或怎么样。那日本当然岸田文雄，为什么？因为他要水产要解禁嘛，他没有得逞因为习近平如果答应他回去，很难跟国内交道，因为那是一个你核废水还在排放，我现在怎么可能同意你的水产可以解禁？那外界比较少关注到的，拜登有跟习近平讲。你们那边关了我们一些美国的情报人员或怎么样，是不是放回来？习近平一口拒绝，这拒绝。2015年马习会11月办的时候，10月马总统把陈水扁时代国安局被关在那里的一个上校跟一个组长，朱公信跟习章国放回来，就是说他有那个气氛嘛。那我们放一个他们的共谍回去，他们放2个回来，我们赚到照讲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好的。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律师，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是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蓝白合，柯文哲被支持者骂你礼让太多，你背弃了我们。柯文哲据说哭了，我们来看看。这样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个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个民进党下来。我还记得我到台南市议会，你知道有7个无党籍的议员跟我会面，你知道，其中有很多个跟我讲说，你如果没有，我们现在都跟你照相，如果你选没有赢的话，我们选后都会被人家清算。这以来我听过最感动的一句话是，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别不放弃我们都不会放弃。
这个是蓝白合之后，我们看到柯文哲跟他的幕僚用视讯的方式会议面对面没有面对面，有一些幕僚在他旁边，有一些幕僚透过视讯在台北。那柯文哲看起来真情流露，哭了那这一幕画面出来，很多支持者觉得很难过喊着阿伯加油。可是必须要讲，也有人说柯文哲在演戏啦他只是想要拉回他的支持者，他是在演戏我们来看看，包括柯文哲努力在说服支持者最大的目标叫做下架民进党。那侯友宜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要说服支持者呢？我们看到谁正或谁负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民调。明天早上10点钟。可能就会把民调通通摊开来看，告诉大家结果，谁当正总统，谁当副手。3位专家今天正在开会，要采纳的条件也曝光了。我们看到国民党推荐的专家叫做庄伯仲他是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会采11月7号到17号发布的民调，排除3卡都、4卡都的民调，以侯柯侯对上赖萧为主。而且采用公信力的民调公司，我们看到传出来的是柯阵营主张排除全市化民调，很明显，美丽岛电子报就是全市化民调。学者说，他们没有市化者有40%，没有市化有40%。我们现在家里很多人都没电话，我家也没电话40%。可是学者也说啦，你柯阵营的确可以主张排除全市化民调，这是你的主张，你可以，可是。要不要排除，要由专家去决定，不是你柯营说了算这3位专家就是他们叫做仲裁者，由他们来决定。我们先来看看，包括蓝白合柯 P 让太多的声音蛮多的尤其是这个白营的支持者，民众党的小鸡现在就要求说，你蓝军要礼让我们立委呀。我们看到目前有被礼让的是2个区，包括高雄第1选区跟台中第1选区。那高雄第1选区，这个蓝营没有推人，民众党是推曾颖丽，对上的是邱意莹。台中第1选区，蔡壁如对上蔡其昌，可是看起来实力悬殊很大这个白营就是民众党想要上的几率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在宜兰跟新北第8选区这2区宜兰县还有新北第8选区是3卡都的状况。那本来民众党蛮有机会的，包括陈婉慧，看起来他实力很强。可是因为国民党有提人，所以陈俊宇就是民进党的一个这个候选人，他的争议蛮多的大家还记得吗？杨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货运厂，他把它变成违建有违建的疑虑啦，应该这样讲。有违建的疑虑那他如果这个3卡都的状况下，有可能他会被选上吴峥也一样，这一区张志伦看起来也比较没有这么的强所以吴峥有可能渔翁得利。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民进党要抗蓝白合他最后一招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招，应该就是抹红了。林非凡发文分析说，这是北京下的一盘棋。蓝白合背后的力量就是中国，林非凡说的，中国有能力介入台湾大选，他们要证明这件事情。而柯建铭讲，蓝白合就是投降的组合，就是把民众党整个收给国民党而已。你看到基进党的张博洋讲说，下次就是和习近平妥协抹红。铺天盖地的抹红牌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已经在美国的旧金山跟拜登总统见面了。那有被问到这一题非常重要，他说我没有攻台计划所以呢他也否认说中国2027年或2023年有攻台计划，这个是比较细的内容。那我们看到民进党就说，这代表国民党、民众党所操弄的战争牌是谎言被习近平打脸。可是吊诡的是，你不是都说中共不可相信吗？网络上就讲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习近平的话啦，笑死人了。塔利班你精神分裂中吗？如果你相信对岸说不打就不打，那你干嘛要延长兵役？那整个国军都撤掉你何必要买武器？不需要这个就是逻辑上面有很奇怪的谬误嘛，你自己也说不通嘛。
我们再来看看呢，何博文哦，他是民进党的现任的新北议员，那也要选立委。他的太太这一位女士，她任教于民传大学传播学院，被翻出来哦，被翻出来。她2017年率领学生到对岸的河南去参加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叫做正本溯源，寻根河洛哦，有统战朗诵的活动，还有口号。那你到对岸去参加像这样子的活动，本来是无可厚非啦，我觉得是正常。可是你有苦衷，别人就轻中吗？两套标准嘛，哦，包括您看到像是这样嘴巴抗中、身体亲中的代表有郑运鹏哦，因为他自己认识中国台湾嘛。那赵天麟跟中国大陆的小三在一起，林长佐妈妈在中国做生意，还有黄捷也是妈妈在中国做生意。你自己有苦衷，你要讨生活，你的家人的行为你没有办法约束，或者是没有办法管，那别人就轻中，不太好吧？哦，这个标准应该要一样。那现在台海的局势如何？解放军或是对岸的这个军队哦，看起来越来越兵强马壮，这也是事实啊。我们看到山东舰上周穿越我们这边台湾海峡，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就讲了，以后会变成常态化。美国也预估解放军2035年会有1500枚的核弹头，6艘航母，而对岸解放军的第4艘075-27攻击舰也即将下水了，看起来新的076舰定位待考验。所以呢，这是国际现实，也是对岸目前的状况。未来我们台湾的总统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都是考验。来请教董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在这一波的民调里面哈，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杂音。那马英九基金会刚刚已经宣布了哈，就明天上午10点就会公布。那我相信，因为这些专家是比较以学者哈或者民调的，他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来做讨论，所以现在其实有非常不少的朋友充满了情绪，我觉得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蓝白合已经确定了啦。他蓝白合已经确定了，只是随正随副，明天10点公布。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你既然已经绑在一块了，就不必再有一些质疑或怎么样。那现在反倒他下来就是立委，立委其实我觉得，因为他大家也签字也写在上面了，就是各选各的。已经提名了就各选各的。那现在当然不会再有新的提名人选。那另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如果他们这个蓝白合以后当选了，当选以后他要再带动一个第3波的革命。第3波革命就是说，他们是要在还没有修改宪法之前，他有一个联合内阁的方式在运作。那这个运作就是国民党依照他获得立委的席次来分配他在内阁有多少部长。那民众党的情况一样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形成的，所以他这个就是变成可以看到了其实它是一个尝试，可是这是一个世界上大家觉得比较责任相符的一个政体一个政治运作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尝试，但是很多人讲这个为什么要拿台湾来做实验呢？其实全世界包括德国几乎内阁制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方式在操作。那现在就很多人在讲哇，那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争执不休，譬如说立委立委就是你刚刚提到这几个选区。那这几个选区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民众党提名11个选区扣掉原住民那个选区有10个，那里面有3个其实是国民党也有提的就是宜兰嘛然后台北跟中和台北文山区赖士葆赖士葆跟张其禄，那中和张志伦跟邱成远然后陈婉慧在宜兰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主要就是这3个区啦。那这3个区因为也是马上要登记，因为立委登记跟总统登记的时间是一样，所以马上要登记。那因为照他们签署了，就是说大家各选各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因为分开而有怎么样？我觉得不太会，因为这几个区来讲真正陈婉慧的实力比较强一点。可是陈婉慧去年有选过县长他以前也在我们节目都坐这里，坐我旁边他去年拿的选票是6.98%，他选县长。
那国民党的林姿妙过半数，林姿妙过半数，那就是说他的选票加上民进党都打不赢国民党。那当然县长选票和立委选票不会那样，那样的刚刚好。可是民进党去年那县长的候选人江聪渊是很强的，他是宜兰市长出身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说，就这一席来讲，因为民进党是不名义的退选，陈欧珀因为被诈骗集团供养嘛，所以我觉得就这一席，那其他地方我觉得更没有，就是白营我老实讲，白营更没有竞争力了，因为这边国民党都长期在经营，那当然这个差别也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照现在来讲，将来可能就是一个蓝白的完全执政的一个政府，因为照现在的民调或者各方的氛围来看的话，国民党大概可以拿50席，就包括不分区可以拿50席。那民众党柯文哲自己到昨天为止评估说8席，但是外界看好他认为说你应该可以拿10席，不管8席或10席的话，都是58席。再加上国民党有些党友，譬如说高金素梅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蓝白的可能过半，57就够半嘛。那他大概有60上下，有这个的话，其实在很好运作。立法院政务院长，然后所有柯文哲很在意的那些法务部对 NCC， 还有那些独立单位，对中选会NCC 或者就是说公平会这些需要投票的这些，完全要看蓝白的脸色。所以我觉得说，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真的执政以后他们怎么做，是因为老百姓的期待实在太高，60几，是那这个其实是未来更险峻的一步，因为一做不好会被耻笑，而且整个过去大家很希望台湾有一个责任的联合内阁，这种完全的破灭。是这个不管谁正谁负这个政党轮替完成，应该才是终极目标吧？如果我们讲说输了，那整个非绿阵营呢就是蓝白了哈，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嘛，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然后你现在说谁占便宜，谁倒霉，谁吃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都输了。这个时候这一输就不会只是总统输，其实也会影响到政党票，也会影响到区域的立委的选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火大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结果很好，蓝白合在一起了。你看看这个，当这蓝白一旦宣布合在一起以后，整个台湾的社会的氛围就变了，大家开心了。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舆论都说，很好了，有未来了，有希望了，总算可以有机会去下架民进党了。大家已经受够民进党这7年多的执政，真的已经受够了。那你现在一旦合了，而且已经合了，现在只是在排谁正谁负嘛。那但是问题就在于都赢了，蓝赢了，白的也赢了。不管假设我们就要讲的是这一合就能够彻底的终结民进党的执政，那未来不管在行政部门来说的话，在立法部门来说，然后甚至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来讲，我觉得大家都有基础了，因为执政以后实力更雄厚，然后从这个实力中去好好的施政，然后让人民感受到真的生活变化了，让人民感受到好日子已经开始慢慢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基础就越稳定了，不管对白的也好，对蓝的也好，他的执政的基础就会越稳定，你的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度就会越大嘛。相对来讲，民进党就会越萎缩，民进党越萎缩，你白营的越扩大，蓝营的越扩大，大家都开心嘛，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倒觉得现在不要再纠结于说谁占便宜谁吃亏，应该要着眼于这3位民调专家完全依照科学来论断，不要有政治考量，不要有政治杂音，不要有政治的这些邪念，都是按照科学来说话，说服我们，说服大家说我们根据什么什么什么科学的结果，我们决定怎么样采样，怎么样取民调，我们加减的结果谁当正谁当副，一公布大家都开心，大家都觉得杂音很少，然后共同的音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蓝白合作达到好结果的最重要的一步。那有关于民进党的这些抹红林飞帆，其实他的分量不够重了，他的能力专业的素质也都不够高。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就随便栽赃抹黑，这种伎俩坦白说大家你的意思是习近平也对拜登下指导棋，说
这一次的这个习拜会是我主导的，我叫你拜登来你就来，所以我就叫你国民党跟民进党给我和。不是民进党，民众党给我和，你就给我和，所以我习近平决定了所有的。你按照林非凡的逻辑，不是就这样子吗？说你们先给我和，我再跟拜登谈。拜登你要乖乖的哦，我来跟你谈哦，你就按照我的意思来做。鬼扯嘛，大家都知道你在鬼扯。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的可悲在哪里？他没有招了，他对台湾没有愿景，他看不到台湾的未来。他也让台湾的民众看不到未来。是监长怎么看呢？我们看到这边，包括台海周围还有对岸的军力看起来越来越强盛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刚刚无论是董哥或者是赖老师，都讲了很多选举的东西啊。那小监长必须要这样讲不管蓝绿白的最后的那个选举结果是怎么样，台湾不能输啊！好，台湾不能输。那如果是台湾不能输，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刚刚上面虽然没有这题，可是这题应该要讲，也就是今天蔡英文总统主持了我们轻型巡防舰的开工典礼啊。那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它只有一个平面的一个模型呢？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它要告诉我们，其实图画好了吗？这是小舰长的疑问啊。如果你图画好了，一般来讲，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无论是看海鲲，或者是之前的各种舰型，或者是塔江，甚至沱江，你都拿出来的是一艘船啊，你不是一个侧面而已啊。而且我们现在目前做2艘，做2艘真的有用吗？第一个，我们想一想现在解放军的054B 的这种6000吨的那个护卫舰它在那个上海造一艘，它在黄埔造一艘，2艘直接抵减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大连，这是大连造船厂的照片啊，它现在有3艘的052D 直接在船坞里面，意思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艘，事实上就是上海沪东造船厂它的那个造的船啊，那这个是黄埔造船054B，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大连造船厂，它还有3艘的052D， 它现在正在做组合。那另外呢，不要忘了还有2艘055，现在一直被怀疑在上海江南造船厂里面。所以我们这样讲它如果说未来山东号它变成常态化的不只有山东号，为什么？在1年之内，那个辽宁号它就会完成海试，因为辽宁号在今年2月的时候，它也是进到大连造船厂进行相关的一个入屋级的这个维修那我们来看它这样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艘另外一艘什么？另外一艘福建舰福建舰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11月1号的照片，可是11月14号我们看到什么？前面有一个，在它的舰首这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地毯这是干嘛？他们是不是准备要漆那个舰首的号码，准备要那个开始海试呢？这个才是对我们台湾最大的威胁。是。